Windows 版 SRT 字幕工具箱又更新了，我又 bug 了一些新的功能出来了，比如调整时间线上字幕的间隙，这个功能对于完美主义者来说太有必要了。上一排是调整间隙之后的字幕，一起来看看更新的哪些功能吧。首先是重排功能支持中文字幕，并且它还支持批量处理，导入多份中文字幕。这里我们能看到两个文件。中文字幕重排的时候选字符，然后输入字符数，比如11，前后对比一下。再来看看第二份字幕文件，第二份文件设置后字符数也是相同的。好，我们导出到文件夹，这里选一个文件夹来存放。然后我们去看看导出的内容，打开原文对比一下。接着是添加前后缀功能，这个功能是在选中的字幕前或后添加文字。来看一下怎么操作吧。拖入一份字幕文件，在这里添加内容。比如，我们把 Edge 麦克添加到选中的字幕，输入完成后，按 Ctrl 键选中字幕，然后选添加前缀。添加完成后，如屏幕所示，接着是选中字幕，添加后缀。这样就统一添加了内容，直接点应用中的导出按钮即可。记得选一个文件夹或者名称改一下，以防覆盖原文。打开来和原文对比一下。如果想还原设置，直接 Ctrl 加 A， 点右上角的重置按钮。就像这样全部还原了，还可以把内容设置为默认，点下方的添加即可。第三添加的是间隔功能，主要是去除时间线上字幕间的间隙。看一下如何使用吧。它支持批量处理，这里我们就选这3份字幕，导入完成后，在右上角输入需删除的间隔。它是以秒为单位的，比如输入5，也就是删除时间线上小于5秒的间隙。我这里设置为6秒，也支持小数点。可以看到字幕开始时间变了，但是每一行的结尾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批量处理，所以第2份也是6秒。把文件导出来看看，打开原新文件对比一下。看一下第11行的开始时间变了，结尾的时间还是原来的。以上就是这3个新功能的介绍了。最后我们看看哪些功能支持批量处理。裁剪支持批量操作，还是习惯直接拖入文件，这里我就不导出文件了。去时间线功能可以批量操作，一样的拖入或点击打开文件。好了，转换完成，然后是字幕的组合功能。导入文件后可以前后拖动顺序，比如我把最后一个移到最前面，然后内容会随之改变。接下来是分离双语支持批量处理，导入需要处理的字幕文件，需要导出处理后的全部文件，就选择这里的批量导出 A 或 B。最后是时间线偏移支持批量处理，导入之后稍微调一下步长和间隔，这些功能 Mac 版也同步更新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 SRT 字幕工具箱的一些更新，感谢观看，下期见。